会儿猜猜啊，刚才我在院里看见谁了？我看见宋希濂、周养浩、徐元举，还有沈翠，他们刚从客车上下，都被抓起来了。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2年初，功德林再次迎来一批战犯，这些人都是在我军解放大西南时被俘虏的，半数都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原先临时关押的地方是西南白公馆香山别墅，按照公安部的命令，所有高级战犯需统一集中管理，这才转移来到北京功德林。怎么着都比白公馆强啊！这是北京功德林。全体战犯集合！刚下车的几人心里就像15个水桶，7上8下，忐忑不安，小心翼翼观察着四周。特别是作为军统特务出身的徐元举和周养浩，双手不知沾满了我党人员多少鲜血，他们生怕此地就是阎王殿断头台。去水房打水的王耀武正巧看到这一幕，赶忙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这回好了，都聚得差不多了，就剩下老蒋了。等新来的战犯手续交接完毕后，王耀武带上刘安国等人去看望这些曾经的同僚。王耀武是每个人都热情地问候一遍，但刘安国对这些军统的特务却非常不待见，阴阳怪气地跟陈长捷唱起了双簧。老陈，共产党我最了解了，我最担心的他们秋后算账。别说有些人在重庆杀了那么多共产党，真是罪过呀！刘安国，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几个再不怎么样，也比你强啊！你是共产党叛！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我这是担心你。不用你为我好，我一个快死的人，我说错了吗？不用你担心我。刘安国不愧是功德林里的搅屎棍，到哪都想搞事情。他这张嘴真的能做到杀人诛心。此时他就是想让这些战犯情绪崩溃，产生恐慌心理，为日后的改造增加包袱。这部所长王英光突然要找刘安国，肯定是这家伙的嘴又惹祸了。原来刘安国在吃早饭的时候跟陈瑞章说了他夫人跟随大部队去台湾的事。淮海战役之后，刘安国到了上海，陈夫人知道刘安国到达上海后，就找到刘安国打听丈夫陈瑞章的消息，但当时刘安国无法确定陈瑞章是被俘还是阵亡，只能谎称陈瑞章已经跟随大部队向台湾转移，同时也劝陈夫人去台湾等待，并且还帮他搞了几张船票，但不曾想那几张船票是中联轮船公司的太平号轮船。当陈瑞章听到这个消息时，瞬间没有了进食的欲望，万里悲意席卷而来，回到宿舍便发起了高烧。太平轮出海不久，又在舟山海域撞船沉没，这个消息你们肯定听说过。陈瑞章是我的老上级，他老是跟我说，要是有一天他能够放出去，找到他的夫人，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于心不忍，我才跟他说的。我现在特别后悔。要不怎么说刘安国是个搅屎棍呢？嘴里说着后悔，可心里却没有一点悔意。在此之前，杜聿明同样是他的老上级，在被他这张嘴放倒后，不仅心里没有一点罪恶感，还以此觉得为功德林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而洋洋得意。刘安国不断挑战我党对待战犯的宽容底线，这也为日后让他成为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埋下伏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是国民党高级战犯进入功德林学习以来举办的第一次诗词大会。大会的发起人是沈醉，王耀武作为领班，率先朗诵起了毛主席的经典之作《忆秦娥娄山关》。不甘示弱的众人随后都背诵出了自己认为的得意之作。当到宋希濂朗诵时，看不惯其余人服从改造的黄维开始出来搞事情了。宋希濂，你们西南有一首诗，花蕊夫人的《戍国王诗》，你会吗？君王城上数将旗，妾在深宫纳得知，14万人，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宋希濂当众朗诵的这首诗直击这群战犯的内心，特别是最后2句，既讽刺了这些战犯的无能，又嘲笑了众人当俘虏的丑态，让在座的众人都哑口无言。为缓解尴尬的气氛，杜聿明提醒王耀武开饭的时间到了。
随后王耀武宣布学习暂停，先去食堂吃饭。但当众人全都离去后，宋希濂却低着头并未起身。黄维啊，跟你开玩笑呢，他这是在坑我。哎呀，他这个人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听我说啊，你呀，找这个所长政委啊解释解释。随后宋希濂就来到了所长办公室。对于刚刚他朗诵的诗，所长王英光并不介意，毕竟思想上的改造是灵魂深处的觉悟和革命，不是一字一句的斤斤计较。但宋希濂一提到这首诗，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兵败大西南的一幕。当时他就是14兵团的司令官，14兵团又正好是14万人，而他作为这场战役的当事人，到目前为止还一直耿耿于怀。这也说明我跟我罪恶的过去跟蒋家王朝还没有完全割断情感上的联系。同意你的这个分析，不过我们也说过，思想的改造没有短期的时间限定。为了缓解宋希濂的情绪，王英光主动和他了解了他的老同学陈赓将军。我听说你被俘之后，陈赓司令员还请你吃过饭。陈赓请我吃了饭，不过这顿饭他是还我人情。原来宋希濂跟陈赓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的学生，两人又是老乡，所以在军校时期关系就特别好。宋希濂曾经也加入过我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陈赓。可到了1926年中山事件之后，老蒋为了清除中共在军中的影响，同我党抢夺人才，而宋希濂优秀的表现成了老蒋极力争夺的对象，先后派人多次游说，最终在威逼利诱和封官许愿之下，宋希濂脱离了我党，加入了老蒋阵营。之后不久，老蒋还是不放弃，就派我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呢，国共2大阵营已经形成，我自然不会放弃高官厚禄，重新加入中共。那陈司令员怎么会欠你人情呢？再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共同抵御外敌，宋希濂带领36师入驻西安，而当时陈赓也正好来到西安。虽然此时两人身处不同阵营，但彼此曾经都是同学。两人会面后，宋希濂挑了西安最好的馆子，请陈赓吃了顿大餐，那也是陈赓10几年军旅生涯中吃的最好的一顿饭，这才有了陈赓欠宋希濂的人情。再到后来，两人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直到解放大西南，陈赓带领2野的第4兵团对宋希濂的14兵团穷追猛打，追至大渡河的时候，宋希濂的14兵团已经全军覆没。陈司令员是着急请你吃饭，要还你这个人情。如果抛开历史，只讲人生，我更愿意这么想。无论是历史还是人生，这都不是重点。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吃更多的饭，见证更多的历史。希望如此。宋希濂离开后，沈醉也来到了办公室，找到政委贺春年谈话。此次前来，他是要申诉的。原来在我军解放云南之前，沈醉就跟随卢汉签署了和平起义通知书，并在起义之后把云南保密局的军统人员全都交给了卢汉。但到昆明解放之后，卢汉却逮捕了他，把他当作一名俘虏送进了功德林。昆明解放之后，卢汉逮捕了我，把我当作一名俘虏送给了你们。他就是……别说了，你把你说的这些情况写成一个材料，我们会负责转交上级有关部门。其实在这件事上，沈醉是非常冤枉委屈的。虽然政委让他回去写好材料，把事情说清楚，但这份清白在他改造的10几年中都没能到来，直到他特赦出去，又过了10几年才恢复了起义将领的身份。